股債平衡這件事真的有那麼重要嗎？投資到現在，我相信你已經聽過很多專家建議，說投資需要做到股債平衡，才有辦法讓你的資產穩定成長。講到後來，好像一副你不做就會完蛋的感覺。而且我也遇到不少觀眾來問我這個問題。不過這件事真的是必要的嗎？在我們定期定額美股 ETF 的時候，有需要順便做這件事嗎？這些問題，今天我就想好好跟你聊一聊，幫你做最全面的解析。影片開始前，請先幫我點讚，然後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，把影片推散出去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，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！歡迎回來，我是 Al。這裡每週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，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。我相信很多人對股債平衡這4個字應該常常聽到，但卻又不知道這是要幹嘛。簡單來說，就是你的投資組合裡有一部分是要放在債券。原理上這樣有2個效果。第一個，如果萬一哪天股市突然崩盤的時候，債券價格的上升就會抵消一部分的損失，讓你賠的金額不要那麼多。每次只要發生恐慌，不管是崩盤還是短暫的突發事件，許多人就會搶着賣掉手上的股票，然後改買可以避險的商品。而債券就是常常被拿來避險的熱門標的。有恐慌情緒造成的需求上升，債券的價格也就自然上升了。雖然幅度跟股票跌幅比還是有點差距，但至少損失不會那麼慘重，你也會比較沒那麼恐慌，稍微安心一點。第二個就是資產保全的效果，簡單來說就是資產重新配置啦。當你資產累積到了一定程度，可能到8000萬甚至上億，或者你年紀到了需要多留一點錢在身上，但又不想有太大波動，這個時候投資債券就是非常好的選擇。如果你是覺得未來1年內可能會需要用到錢，那麼就可以投資短天期的公債，買的時候通常都會有折價，你抱它到期的話，到時候就會依照面額全部還給你。比如說你用9萬元買公債，因為面額是10萬，所以到期時會還給你的錢就是10萬，而這多出來的1萬就是你賺到的利息。而且像這類短天期的公債，通常價格都不會有太大波動，所以對強調資產保全又想賺一點利息的人來說，絕對會是首選。但如果你是想要有穩定的現金流，那麼中長天期的公債，因為都會固定配息，也就是依照債券上的票面利率，可能 3%、4%，每隔一段時間給你錢，而且到時候債券到期，也一樣會連本帶利全部還給你。當然前提是你要有信心，可以抱個10年、20年以上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這類長天期公債的價格波動都會比短天期的公債還要大。雖然越接近到期日就會縮小，但如果你距離到期日非常非常久的話，這一點就需要注意了。雖然股債平衡隨時都可以做，但通常來說會發生在2個時機點。第一個是投資金額很大，已經大到讓你產生一點不安全感了。如果有白話來講，就是滿手都是風險比較高的股票或者是期貨。你可以試着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手上有5000多萬的股票，然後波動幅度又是非常大的那種，如果你不是膽子特別大的人，抱久的其實就會感覺有點怕怕的。所以你可能會想拿2000萬出來，然後投入短期債券，剩下的3000萬就繼續留在市場。雖然賺的比股票還要少，但至少債券波動低，你的2000萬也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，到期後又可以再賺一筆，然後再繼續投入到另外一個短期債券。只要看到這2000萬還穩穩的放着，你的安全感就會比較強一點。等到這3000萬又再度滾到5000萬，你可能又會做同樣的事，債券的部位提高到4000多萬，你內心又變得更安全了一點。另外一個就是接近快要退休時，當你退休的時候，除非你還有其他的收入，像是領高股息或者有其他經營的副業之類的，不然就一般情況來說，都還是得依賴以前打拼下來的成果。
這個時候如何保住本金，甚至還能產生一點點收入就很重要了。因此，大部分人會在開始接近退休，比如退休前10年，就會慢慢把資產移轉到債券。等到真正退休時，大部分的資產都會在債券上，只留一小部分在股票上。做法就會跟前面提到的一樣，只是這時更注重資產保全。那麼重點來了，定期定額的時候有需要注重這件事嗎？我個人認為有需要，但這得要分階段。如果你跟我一樣，資產數字還不是很多，而且距離退休也還蠻遠的話，在這個階段其實沒有太大的必要。現在的我手上股票資產超過400多萬，怎麼達成的可以參考這一集，還有這一集資訊都在右上角哦。以這個規模來看，我目前還沒有要賣債券的必要，現在就是全力定期定額，把資產的數字拉高。而且在經歷今年4月的崩盤後，我反而覺得這個程度是我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後面有相同的大波動，我也會覺得還好。不過如果到了前面講的，當你定期定額累積的資產已經滾到夠大的規模，或者是已經快要退休的階段，對現金的依賴還有安全感就會逐漸的增加。這個時候就是要開始調整的時候，做法就跟前面說的一樣，這裡就不再贅述。不過前面講這麼多，還是得要分享一下我未來會怎麼做。我會在我接近退休的時候，慢慢把一部分的資金挪到債券上面。我自己推估在配置之前會有大概1億多元的資產，所以到時候會放個大概4000多萬在短期美國公債上面，然後抱到債券到期之後再繼續買新的。假設利率在 3% 左右，那一年至少也會有120萬左右的收入，而且還不用被課 30% 的稅，這樣一個月就差不多10萬元可以花。如果那時候身體都還很好的話，老實說我覺得已經很夠了。那剩下的部分就還是繼續留在市場滾，雖然很有可能還是會再遭遇到跟今年4月一樣的大崩盤，但因為我的4000多萬債券並沒有影響，而且還會生利息出來，就算可能有點小小恐慌，對我正常生活也不會有太大影響，甚至還可以旁邊看戲。所以做到最後，做法也還是會跟前面一樣。不過這只是現階段我的規劃啦，過了10年、20年後，又會不會有什麼變化，我也沒辦法知道。但大方向就還是會跟前面說的，先衝高資產，到了接近退休或資產規模夠大，再轉換到債券，只是輕微的差異而已。不過我想這樣前面介紹下來，你應該還是會覺得有點不放心，覺得還是要有一點債券因素在裡面，不然會怕怕的。沒關係，我已經幫你想好2種定期定額的組合，就算你的資產規模不大，也不用像我一樣等到後面再來做，平時就可以開始了。第一個組合就是指數型 ETF 搭配債券型 ETF。指數型 ETF 像 VOO、QQQ、VT 等等，主要是用來幫我們衝資產規模用的。畢竟我們離退休還很久，能有多一點的資金在這上面，就能加速資產的累積，資金運用的彈性也會比較大。這部分我想就不必再多做解釋。而債券型 ETF 主要是來穩定軍心用的，既可以保全我們的資產，不用承受太大的波動，也可以加減賺到一點股息。這類的 ETF 我建議選擇短天期的債券 ETF， 比如 SHB， 主要是因為它的價格波動非常小，常年來看價格就大概在108到110之間徘徊，對資產的保全是非常好的選擇。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全部債券型的 BNDW， 或是全政府公債的 GOVT， 波動雖然稍微大一點點，但也不失為相對一個好選擇。比例分配的話，就隨着你個人偏好調整就好。像是你想放多一點在指數型 ETF 上，就可以用 70% 到 80% 的資金在這上面，然後剩下 20% 到 30% 在債券型 ETF 上。這樣的做法比較彈性，只要你覺得舒服就好。第二個組合更方便，就是定期定額主打股債配置的 ETF。目前比較常見、交易量也最大的，都是由 iShares 發行的 ETF。如果依照積極度來看，有最積極的 AOA， 股債配置比為8:2，平衡型的 ALR，
股債比為6:4，適度追求平衡的 AON 股債比為4:6，以及最保守的 AOK 股債比為3:7。股票的部分以追蹤 S&P 500的 IVV 為主，再搭配一點追蹤國際市場的 ETF， 像是以開發國家的 IDEV， 還有新興市場的 IENG。債券的部分就主要以全部美元債券的 IUSB 為主要成分，這些組成的差異就會隨着前面提到的股債比來做調整。所以如果你想做股債平衡，但又不想花那麼多時間買其他的 ETF， 那麼依照你的需求專注投入其中一檔就會是很方便的做法，這也是定期定額這些 ETF 最大的好處。不過因為這些 ETF 的股債比都是固定的，所以想要有比較大彈性，就還是得回到第一個做法，自己找喜歡的指數型各債券型 ETF 來搭配。如果你看到這邊覺得很有用的話，就請你簡單幫我留言有用，這樣我就知道這真的有幫到你哦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，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，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，讓更多人一起賺錢。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，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每個星期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，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。我是 AL， 那我們下期見。